儿子6岁生日那天，查出患有急性白血病，需要骨髓移植。我立刻要去配型，决定献髓救子，可老公却坚决不同意。他口口声声说着不希望我因为捐献骨髓伤了身体，却转头就拉来了和儿子同时出生的小女儿。我看着报告单上的配型失败，再看儿子和我毫不相似的脸，决定瞒着老公，偷偷和2个孩子做了亲子鉴定。这几份亲子鉴定的结果报告令我浑身发冷。儿子和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，女儿是我亲生的孩子，可他们却都是老公的亲生子女。我不同意。我握住女儿温软的小手，厉声呵斥强行将她扯过来的老公。安安才多大？她也才6岁。陈志谦，你疯了？你要让她给萍萍捐献骨髓？我问过医生了，兄弟姐妹之间配型成功率更高，胎一期也更好度过。老公理直气壮，丝毫不顾他那双大手用力捏着女儿的胳膊，女儿痛得直发抖，却只敢闷声掉眼泪。我看着这一幕，浑身气血上涌，直接一巴掌拍开了他那只手。看他好像触电一样把手收了回去，我立刻将女儿抱过来，盯着他那张虚情假意的脸。我不会同意安安去捐的，安安可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怎么忍心？陈志谦甩了下手，语调中透出对女儿的毫不在乎。萍萍也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难道不是你亲生儿子？何况萍萍才是我老陈家的根。安安给他哥哥捐献骨髓是应该的，别家女娃谁敢跟他似的，天天和哥哥争这争那。现在哥哥有难，他帮一把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就凭他还是个幼儿，他就不能去捐？我深呼吸一口气，又想起萍萍化疗时受的苦，一天比一天憔悴的小脸，我软了口气。那也不能让安安去捐献骨髓，萍萍和安安都是我的心头宝，但是也不能为了其中一个人去委屈另一个吧。父母和子女至少也是半相合的点数，我去捐又怎么了？难道我还比不上安安这么个小孩子？我知道老公一向是有些重男轻女的，平时2个孩子有些争执，他总是会无条件地护着儿子，天天也都说着家里的房子财产以后都留给儿子之类的话。我总想着，只要我能护着女儿，做到公平公正，女儿总不至于受太大委屈的。可我没想到他竟然丧心病狂到让女儿去给儿子捐献骨髓。但我又的确不忍儿子继续受苦下去，作为母亲提出自己捐献这个要求，合情合理。蓉蓉，我刚刚才和你解释过，捐献骨髓对身体不好。陈志谦的语气和表情突然缓和了下来，此刻温柔又真切，仿佛要女儿捐献骨髓全是为了我一样。萍萍虽然比安安重要，但在我心里，你比萍萍更重要。孩子没了，咱们还能再生，可我就你一个老婆，再生一个。他说的轻松，就连萍萍和安安都是试管婴儿，他哪来的资本再生一个？我直觉陈志谦这会儿不对劲，仿佛特意隐瞒了我什么似的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总之我不同意安安去捐献，要么我捐，要么你捐，2选1。这话脱口而出，我终于察觉到了到底哪里不对劲。陈志谦从头到尾就没说过他要去捐献的事儿，就连我要去捐，他都拦了下来，仿佛这个人选非安安不可。我看着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松开了我的手，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开病房。实在不行，咱们看看有没有其他和萍萍高度相合的捐献人吧。居然就这么放弃了，他可真是一点都没考虑过自己。这就是所谓慈父。我嘲讽一笑，看到爸爸离开，一直不敢哭出声的安安终于嘶声力竭地大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呜咽：妈妈，妈妈，我不想要爸爸了。他是天底下最坏的大坏蛋，他从来都不喜欢我，他只喜欢哥哥。我心疼地蹲下身，掀开女儿的袖子，胳膊上一片青紫。我抱住安安，温柔地给她擦了眼泪，又涂了治疗淤青的药膏，轻轻拍着她的背进行安抚。安安乖，不怕，妈妈在，不会让爸爸欺负安安的。
我看着女儿在我怀里哭得打嗝，到最后带着眼泪入睡，将她放在了折叠床上，给她掖好被角。突然听见儿子声音沙哑的呼唤：“妈妈，我想喝水。”我熟练地倒了一杯温开水，小心翼翼地扶起萍萍，一点一点地将水喂进她嘴里。她似乎听见了我和陈志谦的争执，也听见了安安的哭泣，从睁开眼睛到喝完水，一直都在惶惶不安地看着我。躺在病床上的可怜孩子眼神水润，声音嘶哑，如同受惊的小鹿：“妈妈，爸爸说捐骨髓对身体不好，我是不是拖累你和安安了？我不该生病的，我不生病，爸爸就不会要伤害安安的身体了。”傻孩子，他怎么会是拖累？我的眼眶一酸，转过头去，擦了擦还没落下的眼泪，不让萍萍看见。别听你爸瞎说，这能有什么事儿？就他大惊小怪。妈妈永远都是爱你的，心甘情愿。萍萍沉默下来，病痛带来的苦难使原本天真的孩童迅速成长起来。如果捐献骨髓真的没有伤害，妈妈为什么要拒绝妹妹来捐？她也知道寻找其他捐献者没有她爸爸随口一说这么简单，但她更不想爸爸妈妈和妹妹因为给她捐献骨髓而导致身体变差。她想，自己要是没生病就好了，爸爸妈妈就不会吵架，妹妹也不会受爸爸的委屈。我摸了摸她因化疗而掉发的小脑袋，下定决心：萍萍不怕，妈妈就是拼了这条命，也会将你从鬼门关拉回来的。爸爸不捐，妈妈也要给你捐的。坐在儿子的病床边，我看着他的睡颜，再看手里的报告，心中惊疑不定。配型失败？怎么会配型失败？这意味着萍萍和我毫无血缘关系，亲生父母和子女之间根本不可能配型失败，最差的结果也会是5个点的半相合。我轻轻抚摸着他的耳后，他出生时，我第一眼就记住了这枚小痣。萍萍的确是我10月怀胎亲自生下来的，这绝不会有孩子被报错的可能性。是医院检查出了问题，还是……想起老公阻拦我去配型时那格外温柔的语气，我突然打了寒战，脑中迅速掠过一个令人不敢相信的念头。我不敢再想下去，干脆偷偷从萍萍床上捡了一根因为化疗而掉下来的头发，又偷偷采集了女儿和老公的样本，连同我自己的，送去了亲子鉴定中心，只为求一个心安。可我没求来心安，只求到了惊天霹雳。亲子鉴定结果出来的那天，我还没从那惊天的信息量中缓过神，就看见陈志谦拉来一个和萍萍有着7分像的女人，说这位女士和萍萍配型成功了，并且同意捐献。我看着她那张脸，恨意上涌，可到底理智还在。在陈志谦起疑之前，就用非常真诚的态度和她打了招呼：“周女士您好，您好，真是多亏了您，这孩子终于有救了。可以说您就是孩子的再生父母也不为过，您有什么需要，但凡我能办到的，一定帮您。”陈志谦看了我一眼，似乎在分辨这话的真假，在周女士要开口的那一刹那，立刻抢过话头，似乎生怕她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。这可是天大的缘分，要是真能移植成功，我就让萍萍认您当干妈。周女士笑语晏晏，毫不客气地点了头。如果移植成功，这孩子的身体里也算是有我的血了，叫一声干妈也是应该的。女儿躲在我身后，悄悄打量着这位周阿姨，又转过头看了一眼哥哥。儿子抬头看了一眼周女士，又在周女士看过来的那一刹那迅速低下头，拽了拽我的衣角。我安抚似的拍了拍她的手。陈志谦热络地拉住周女士的手：“多亏了你了，我老婆也是个心疼孩子的，怎么都不肯让安安替哥哥捐献，要不是你，萍萍就危险了。”周女士挑衅似的看了我一眼，又转过头去。这么小的孩子，我既然能救他一条命，自然是要救的。安安是他亲女儿，他舍不得倒也很正常。别瞎说，萍萍也是亲儿子，只是做家长的不能太偏心而已。陈志谦皱眉：“所以就要为了女儿让儿子眼睁睁去死。”周女士哼了一声：“这不是还有您这个好心人在？想来
你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他这么小的孩子受苦吧？我忍住扇他一巴掌的怒气，抬眼讥讽了回去。女儿哪有儿子重要？陈志谦看我一眼，又好似安抚一般，拉了拉周女士的手。周女士又看了萍萍一眼，随后昂首离去。我冷眼看着他们交谈，想着那几张报告单，被愚弄的愤怒充斥着大脑。但是我必须冷静，现在绝不是撕破脸的时候。我从不是一个轻易下定结论的人，所以我又去偷了周女士周文娟的 DNA。而这几份亲子鉴定结果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写着，我宋雨龙和我的儿子陈明松、小名萍萍毫无血缘关系，而陈明松和周文娟才是真正有血缘关系的亲生母子。我的女儿陈明韵，小名安安，自然是我的亲生女儿，可陈明松和陈明韵这两个孩子，父亲却都是陈志谦。两个孩子作为龙凤胎，都是经我身体来孕育出生，可却出现这种同父不同母的情况。答案是什么？自然不言而喻。敢把我当作代孕母体，他们也蹦跶不了多久了。我冷笑一声，将几张报告单保存起来。萍萍顺利地进入了移植舱，要在里面进行大化疗和回输，直到回输成功，重新建立好免疫系统，才能出舱。这个过程至少需要20多天。我抱着安安，看陈志谦露出担忧的表情，扯了扯嘴角。敢拿我去代孕私生子，还想让我把宋家的财产都交给私生子，胆子和胃口可真是一点都不小。我借口两位老人想看孩子了，将安安送回宋家，以便躲开这场风波。爸妈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却也没有多说什么，只说他们是我永远的依靠。作为宋氏集团独生的女儿，又早已接手公司，我的底气十分充足，收拾2只人渣而已。可看着安安要掉不掉的眼泪，仿佛只要我走开，下一秒就会哭出来似的，终究是没狠下心，给了她承诺，妈妈保证，最多就1个月的时间，妈妈就会接你回家，不带爸爸，只有妈妈和安安，还有姥姥姥爷一起生活，好不好？安安止住了泪，懵懂问我，哥哥呢？我不动声色地藏住难过，安安是女孩，所以和妈妈一起生活，哥哥是男孩，所以和爸爸一起生活。安安懵懂地点点头，被宋母抱在怀里，看着我转身离开。安置好了女儿，我彻底放开手，开始去调查这些年陈志谦和周文娟所有的事。可当我坐在办公桌前，看着面前一沓又一沓的铁证时，突然怀疑起了自己当初到底是有多眼盲心瞎，居然会将陈志谦这头白眼狼放在身边整整13年。从大学时期和陈志谦相识，再到谈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我一直以为我的生活都很平静，没有什么幺蛾子。可陈志谦居然能背着我和他那乡下的青梅竹马来一段长达10几年的地下恋情。陈志谦5岁那年没了爹，跟着妈妈长到10岁，陈母就因为常年过度劳累而撒手人寰。周文娟和陈志谦是自小一起长大的邻居，周父周母可以说是看着陈志谦出生长大而后又丧父丧母的，因此对他多有照拂，两个孩子也就因此顺其自然的恋爱了。对他们恋爱这件事，周父周母是完全不反对的，两个孩子感情好，又是青梅竹马的情分，男孩子又知根知底，父母当年也有交情，这段婚姻自然门当户对。但这本该毫无意外的婚事，在陈志谦上了大学后就彻底变了。我一直以为我们两个是意外相识，可事实却是，他在得知我是宋家唯一的大小姐后，特地制造了这场意外。他和周文娟演了一场分手的大戏，顺理成章地追求我，而周文娟则瞄上了另一位富二代，选择和杨家大少爷杨晨星在一起。两个人都伪装得很好，作为男女朋友更是体贴入微又懂事，否则也不会顺利入了百年世家的大门。但他们两个千不该万不该做那地下情人，还做了10几年，以至于到现在还在幻想有天能将宋家和杨家的财富全都收入囊中。为了计划顺利执行，
他甚至不惜伪造种子质量报告单，也要说服我进行试管婴儿，只为将我的卵子成功替换成周文娟的。为了防止我起疑，最终他还是动用了一颗属于我自己的卵子。萍萍是周文娟的亲子，却又经我10月怀胎才得以出生。安安是我的亲女，却是因为要做遮掩萍萍的幌子，才有了这条命。在他心里，安安整个人都是因为哥哥才得以出生，自然这辈子都要为哥哥做奉献，所以才想要他为萍萍捐献骨髓，丝毫不顾他也是个才刚满6岁的孩子。幌子都做好了，陈志谦也就理所当然地表现出重男轻女，不止一次地说过想要将家里的所有财产都留给儿子。若非萍萍突发急性白血病，也许我真的会被蒙在鼓里一辈子。别的不说，至少宋家就会有一半家财落到别人的儿子头上。我的宝贝女儿本该被捧在手心里如珠似宝的宠爱，却受尽了她不该受的委屈。而别人的儿子却凭借着从我肚子里出生，受尽了那些本不该由他受的宠爱与资源。如今陈志谦甚至敢光明正大地把周文娟带到我面前，以萍萍干妈的名头和她顺其自然继续来往。如此暗度陈仓，当真是好大的一盘棋。既然他这么喜欢周文娟，我怎能不送他一个天大的惊喜？我送了周文娟一个孩子，他也不是没有结婚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能和杨晨星生出孩子来。而杨晨星作为一个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者，说不想要儿子那是假的，自然偷偷养了小3，还有小4甚至小5，背地里可连第3个孩子都有了。但这些孩子毕竟过不了名路，闹出私生子，在我们这些世家豪门圈子里是非常丢人的一件事。我干脆让几个人在杨晨星每天固定经过的地方聊天，不经意间让他听见别人是如何把私生子领养回家的。杨晨星学得很快，和周文娟打着2个人这么大年纪不能没个孩子的理由，打算去福利院领养个孩子回家，说也许能引子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干脆把3个孩子都暂时安排到了福利院中，以便周文娟挑选。他的大女儿今年7岁，因为从小跟着妈妈生活，早就懂了事。小儿子才3岁，正是刚开始记事的年纪，懵懂无知。最小的女儿甚至才刚刚出生。周文娟并不想领养孩子，那毕竟没有血缘关系。她更想等萍萍长大一点之后，让陈志谦和我离婚，带走萍萍，并顺理成章地和她结婚，叫她妈妈，给她养老，甚至还能让萍萍顶着是我儿子的名头，从宋家捞到很大一笔钱。但杨晨星绝不会放过这顺理成章让孩子过名路的机会。知道周文娟只是不耐烦地挑走了最小的那个女孩，我有些不太满意。这样小的孩子，不记事，养得亲，也更难爆出是私生子的雷。最后，我选择与杨晨星大女儿和小儿子的母亲赵丽霞详谈，能瞒着原配生下1儿1女，并哄得杨晨星买了几套的房和车。赵丽霞无疑是个有本事的人，自然也会有足够强的欲望。凭什么周文娟连个蛋都下不出来，还能占着杨太太的名号，而她有了2个孩子，却也只能做见不得人的小3？我看着面前傅太太打办事的人，友好地打了招呼：“赵太太，你好。”赵丽霞有些诧异：“宋夫人，你好，请问您约我出来是有什么事吗？”她只知道我是个独自一人撑起宋家所有集团的女强人，并不太了解我的性格，干脆选择有话直说，不绕弯子也更讨喜些，省得算计来算计去还招惹是非。你想不想让孩子进杨家做大小姐大少爷？她选择有话直说，我也不再兜圈子，直接抛了饵，只要你配合我的行动，保准顺顺利利进杨家。赵丽霞很心动，但理智还是在的，只是不动声色地问我：“您为什么要这么帮我呢？”“因为我跟周文娟有仇。”我笑眯眯地说：“你说2个亲生孩子摆在眼前，如果周文娟闹起来，杨晨星会向着谁？”赵丽霞听懂了，作为进入杨家的代价，
他不能让周文娟好过，哪怕他作为情人，看原配理所当然的不顺眼，可他想的最过分的也只是让周文娟净身出户而已。他没问周文娟怎么招惹我了，既然我没说，那就是不能问的事儿。他只需要思考这么做到底划不划算，以及对儿女的影响是好是坏。至于自己那点几乎不存在的良心，再怎么衡量也比不过儿女的前程重要。仅仅思考了不到10分钟，赵丽霞就站了起来，笑着对我伸出手：“宋夫人，合作愉快。”我也很满意，握住了她的手：“赵太太，合作愉快。”和赵丽霞谈妥之后，剩下的事就好办许多。周文娟虽然不喜欢最小的那个女孩，在纳闷几天之后还是想通了，毕竟是自己亲手挑回来的，也不用她亲自照顾，到时候也能用她来争取杨家财产，万一真有引子一说，也可以给她带来弟弟妹妹。小孩子没给她引来弟弟妹妹，却把哥哥姐姐引回了家。要知道，小孩子是最容易生病的，只需要适当开窗通风，他就能感冒。所以，当周文娟和杨晨星带着小女儿去往医院的时候，正巧也碰见了赵丽霞带着2个孩子来体检。小儿子懵懂，可大女儿却已经懂事，似乎知道这是关乎她今后命运的大事，立马追上去，脆生生地喊了一声爸爸。杨晨星听见熟悉的声音，立刻转头，看见是赵丽霞带着大女儿和小儿子，神色有些尴尬。楠楠有什么事吗？可周文娟只抬头看了他们2眼，神色间顿时就带上了不可置信，甚至不顾身旁的保姆还抱着个孩子，就抬手一巴掌甩在了杨晨星脸上，啪的一声，还有赤裸裸的巴掌印。杨晨星不可置信地看着周文娟：“你打我？”周文娟心虚了一瞬间，随后立刻理直气壮起来：“你都有2个这么大的私生子了，我打你一巴掌又怎么了？”杨晨星冷笑：“怎么，就凭着结婚证和每个月给你的那点钱，还把心养大了，觉得我只能守着你个不会下蛋的母鸡吗？”晨星，别怪姐姐，都是我的错，早知道你们来这儿，我就带着孩子们换家医院了。赵丽霞一脸慌张地劝阻，大女儿却高声叫嚷哭喊起来：“爸爸，爸爸，为什么你这么久都不回家？楠楠和弟弟想死你了。”小儿子看见姐姐扑过去抱住爸爸，也有样学样起来：“爸爸，我要爸爸！”周文娟气得发抖，恨不得把这母子3人一人再扇一耳光。杨晨星眯了眯眼睛，看着已经恃宠生骄，甚至敢打自己的周文娟，再看看向来温柔可心的赵丽霞，何况他还给自己生了一儿一女，顿时心里有了主意。回家的时候，你们跟我一起。杨晨星沉声道：“凭什么？”周文娟死死地盯着自己的丈夫：“就凭你也是靠我养着的。”杨晨星再次冷笑一声：“不只是孩子，就连大人，他也要光明正大地接回家养。丢人！再丢人也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挨了自己老婆一耳光丢人，面子都丢完了，他还有什么好顾忌的？”赵丽霞预备的戏码甚至都没唱出10之1、2，但已经激怒了周文娟，达到了预期的效果。对此，我相当满意。今天开始，周文娟注定会过得鸡犬不宁，敢贪图不该有的东西，这辈子她都别想爬起来。解决了周文娟，我站在移植舱外，看着萍萍因为大化疗而虚弱苍白的脸色，深呼吸了一口气，突然有些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个孩子。当初因为陈志谦的种子检查报告结果说质量有些问题，本想自然受孕的我，经不住他的苦苦哀求，最终选择了试管婴儿。幸运的是，同时有1男1女2枚胚胎发育成功，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怀了一双龙凤胎。这双儿女的出生充满了坎坷，因为保胎艰难，我对他们倾注了太多的时间与心血。我试着改变自己别扭的性格，也努力让自己的控制欲没那么强。他们还没出生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要让他们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小孩，拥有最快乐的童年。
整整6年，我将面前这个孩子捧在手心里疼爱了6年，后来查出急性白血病，看着他在病房痛苦地接受化疗，一天比一天憔悴，我心如刀绞，恨不得自己替他受苦。可此时此刻，看着他睡着后和我没有半分相似的小脸，我的呼吸却格外急促。这么多年来，因为儿子有几分像老公，女儿更像我一点，我竟从未怀疑过我的这对龙凤胎儿女会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。我当然不可能任由平平继续充作我的孩子，去和安安抢夺母爱和世家资源，但到底10月怀胎，又养了6年，说是一点感情都没有，那是假的。仇是必须要报的，平平也的确不是我的亲生子，那么如何处置这个孩子就成了最大的难题。我还没想好要怎么决定平平的最终结局，陈志谦就出现了，语气一如往常的恩爱温和，伸手挽住我的胳膊，蓉蓉，平平今天怎么样了？听见他的声音，我都觉得恶心，干脆不动声色地把胳膊抽出来，装作要翻孩子的检查报告。平平这几天就要回书，不知道周女士还会不会来，可千万别回捐。陈志谦很是自信，放心吧，他肯定不会回捐的。对大化疗的人来说，回捐等于要了他的命，而陈志谦自然相信周文娟不会那么狠心，能要了他亲生儿子的命。可我却知道，周文娟此时已经自顾不暇，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是很难再来捐献了。到时候就算是强行绑着，我也得让陈志谦把这个骨髓给献了。出乎意料的是，捐献那天周文娟还真的来了，虽然看起来非常狼狈，眼角眉梢都带着疲惫，但她到底守了约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用不着去绑她了。看她一脸慈父的表情，我强忍着恶心，决定等平平出院后再整治她。如果她愿意协议离婚并净身出户，平平就归她抚养；如果不愿意，就别怪我把她送进监狱。现在就当是可怜那还在生病的孩子吧，总不好让他病里就遭受这惊天变故。对一个6岁的孩子来说，被自认为最亲近的妈妈丢弃，要重新融入一个新家庭，已经是巨大的打击了。如果遭受打击后病情再恶化，说不准这条小命都会直接丢掉。毕竟我只是不想再继续抚养一个作为出轨铁证的私生子，可也从来没想过让他去死。平平的移植相当顺利，甚至都没怎么排异。出院那天，我抱着他回了家，陈志谦似乎很开心，甚至都没问一句为什么不把安安接回来，只是哼着歌，在手机上疯狂打字，不知道在和谁分享这份喜悦。我抬手抢过他的手机，直接关机塞进兜里，在他生气之前，将离婚协议书直接拍在了他脸上。陈志谦，离婚吧，要么协议离婚，要么法庭见，你自己选一个。平平一下子就呆住了，你疯了！他腾的一下站了起来，表情中充斥着被冤枉的愤怒。我干什么了？你凭什么和我离婚？我差点没笑出声来。陈大情种，你自己干的事儿，自己心里真没点数，还是你真以为能瞒一辈子？协议离婚，你净身出户，带走平平，我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要是你再执迷不悟，我可就得请周女士过来聊聊了。陈志谦深呼吸一口气，又坐下了，表情和语气变得格外温柔。蓉蓉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只和周女士聊过平平的病情和恢复情况而已，怎么就闹到要离婚这个地步了？死不承认。很好。我冷眼看着他，将复印过的亲子鉴定结果和他们所有的亲密照片都甩到他面前。误会？误会你们拿我代孕，还是误会了你们出轨，还是误会了你们想侵吞我宋家财产？陈志谦一下子就顿住了，不可置信地拿起这些文件和照片，随后立刻沉下声来。你听谁说的这些？鉴定结果和照片又不是不能造假，何况我跟他分手这么多年，还都各自结了婚，他来给平平捐献，我都没把他认出来。我嗤笑一声，死鸭子嘴硬，无论如何，这个婚今天你是离定了，
不然就等着法院见吧。平平抱着她的奥特曼玩偶，怔怔地看着我。妈妈，你不要我了吗？你别怪妈妈。我蹲下身，直视孩子的眼睛，要怪就怪你爸爸不当个人。你本来是妈妈的孩子的，可你爸爸却私自给你换了妈妈，从此以后爸爸和妈妈就要分开了，你得跟着爸爸。那妹妹呢？平平还怔着，我深呼吸一口气。妹妹是妈妈的亲生女儿，又是女孩，自然要跟着妈妈。可我分明是和妹妹一起出生的。平平呆呆地看着我，突然情绪激动起来，带着哭腔：你就是我妈妈，我不要别人做妈妈。你说过你永远都爱我的，你说过你爱我的。陈志谦似乎终于逮到机会，表情猛然放松。平平确实是你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你就算闹到法院里去，他也是你亲生儿子。我还想说什么，可平平却愤怒地站起了身，转身冲进了卧室，将门砰的一声关上。对平平来说，疼爱了自己6年的妈妈突然说出不要自己和离婚换个新妈妈这种话，对孩子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，无法接受也很正常。可对我来说，他需要正视自己是私生子这件事，尽管很难接受，但他必须面对。我看也没看陈志谦，直接出了门，决定走法律程序。他再不情愿，也终将要收到法院传唤。面对代孕孩子这件铁打的事实，法律判决离婚，陈志谦净身出户，并同时处以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判决，而平平自然要跟着生母生活。可周文娟前段时间就和杨晨星离了婚，过了10几年富太太的生活，此刻只能靠刷盘子洗碗挣些辛苦钱，本来就不适应这种百姓生活，又突然得知自己多了个小孩要养，自然是不情愿的。法官，您搞错了吧？这孩子分明是宋女士亲生的，出生证明肯定都还在。周文娟隐晦地看了我一眼。原本我想着陈志谦进了监狱，平平总得有人养着，就没把周文娟也知情并且是执行人之一的事儿捅出来。可现在他既然不想负责，那就一起进去吧。我微微一笑，向法官陈述了当年周文娟犯法的证据。证据确凿，他终于不用养孩子了，同样喜提5年以上10年以下监禁。看他那仿佛淬了毒一般的眼神，我笑着看向他，祝你们在监狱幸福哦。解决了那对人渣，我重新面对着如何安置平平的问题。孩童无辜，犯错的人已经得到了惩罚，可他也的确不能继续作为我的孩子来生存了，哪怕许多人都知道我增生了对龙凤胎。借着他之前的急性白血病，我干脆和媒体以及亲朋好友报了平平已经去世的消息，同时立刻将他送到远在其他城市乡下的周父周母身边。面对莫名其妙出现的外孙，我将相关情况一一和2位老人道来。听说女儿犯了那么大的事，甚至都蹲了监狱，脸都白了。我注销了平平在我家的户口，并要求周父周母为她更名改姓，进了周家，从此他将作为周存良生活。存良，记住他的良心，别记恨我这个生母就行。老两口在经过最初的震惊时，看在他是周文娟唯一的儿子份上，只能捏着鼻子认了这个外孙。平平也不喜欢这突然多出来的姥姥姥爷，也不习惯这从未经历过的乡下生活，天天都在闹着要回家，每天都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，最后哭着说要见我一面，哪怕是最后一面也行。在平平又一次闹着要见我时，老两口终于彻底忍不住，冲他发了脾气，闹闹闹，天天就知道闹，也不看看那是不是你亲妈，养你这么大，人家还不够恶心的，再见一面他不得掐死你。哪是你家，这就是你家。平平呜咽地哭，可她就是我妈妈，安安也是我妹妹，我明明是和安安一起出生的，她不是你妈，人家安安光明正大的出生，能是你个私生子去比的？周母用力戳着她的脑袋，嘴里骂骂咧咧，今年就给我待在这儿，什么时候你认清现实了，我再送你去上学。
我听着下属的报告，心中闪过一丝不忍。我知道这对萍萍很残忍，可哪怕再残忍，再心疼她，我也必须得忍下去。在周家出生，在周家长大，由周家供他读书明理，他成年后孝顺周家，这才是他正常的、该有的人生轨迹。若非他父母贪心犯错，他本该和我毫无交集。我没有迁怒于他，只是将他送回正轨。我卖掉了这些年和陈志谦一起住的这栋房子，另买了一套，将爸妈和安安都接了过来，和我一起生活，并为女儿改了姓。我的女儿自然该随我姓宋的，宋明韵，明媚阳光，蕴藏智慧与勇气。看着女儿稚嫩的小脸，每日都在嘻嘻哈哈地笑。她也会想念那个在我口中治疗失败已经去世的哥哥，我就安排他上了小学，由着他去交朋友玩耍，以便早日遗忘哥哥。看着女儿一天比一天懂事优秀，再到如今的亭亭玉立，我心满意足。